人类的时代呢，貌似一切都在不停的改变，但是呢，我们翻开历史书本，有一个东西，它至始至终是没有变过的。这个东西就是人性，特别是我们人类对财富的贪婪和疯狂，在历史事件当中一次又一次为我们验证了这个事实。感谢你订阅狼爸爸的工作室，有段时间呢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一呢是我的孩子生了一场大病，需要我来照顾；另外呢是我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小长假。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段30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一个色彩非常鲜艳的时期。在这其中呢有一个小故事，在里面呢我们人类的本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直奔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好不好？你可能会想到的是苹果在我制作这期视频的时候2018年，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迈入1亿万美金市值的公司。然后呢，很快它又跌了下来，对吧？你可能还会想到亚马逊继苹果以后，它是第2个迈入1亿万级美金市值的上市公司。然而在最终刚刚过去的这个2018年，微软却以最高市值收尾年度总冠军，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吧。那么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市值最大的公司到底是谁？想要知道答案呢，我们要把时光倒回到几百年以前在历史上排名第3和排名第2的分别是1720年的英国南海公司，还有同一年的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呢，第一个公司在高峰期的价值是4.3万亿美金然后另一个呢是价值6.5万亿美金。那么在这2家公司泡沫崩盘以后呢，我们最后发现他们是打着称霸美洲贸易的这个招牌，但是几乎是从来没有经手过任何与美洲有关的实质性贸易，好吧？排名第1的这家公司它叫做荷兰东印度公司，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它简称呢叫 VOC 在1637年300多年前，它的估值呢夸张到7.9万亿美金。当然这个数字也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以后的。这个数字有多大呢？就是今天我用大家一些熟悉的公司来做对比，7.9万亿大概就是苹果谷歌、亚马逊腾讯、阿里等上市企业当中呢前20家的市值的总和那么大，好吧？具体要介绍这家公司呢，我们要从当时荷兰所处的一个黄金时代说起当时荷兰是非常的辉煌，这个国家呢在贸易、科技、军事、艺术各个方面呢都是领先于全世界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呢，他们的海员非常的能干，做出来的那个地图呢非常的精良，好吧？所以荷兰当时的航海实力已经超过了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那么在荷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呢，荷兰的这个东印度公司，这个海盗公司它就成立了这家公司呢，它是主营是海上的贸易和亚洲进行着独家来往的贸易，好吧？那为什么我要说独家呢？因为它拥有荷兰政府颁发的21年的独家经营的执照。起初这家公司呢，它主要贸易是做香料的你不要小看香料香料这个东西当时非常的稀有，而且呢欧洲对香料是各种好评，他们认为呢在医学上它有缓解症状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呢它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而且呢听说还可以增加性欲提高生活的质量什么什么的。总而言之，就是他们垄断和亚洲来往的这条商路非常非常的暴利，也包括大家后来知道的欧洲对亚洲的商品需求，还有金属陶瓷那个丝绸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当时是长期的供不应求，所以从事这些商品的商人当时在欧洲变得非常非常的富有。那么在这一切和一切的背后呢，就是这家跨国贸易大亨荷兰东印度公司，好吧？其实贸易也是任何一家公司的发家之路，好吧？当然了，说的好听，它是国际贸易巨头其实它的战略核心呢，也不外乎就是全世界的烧、杀、抢、掠，外加搞很多殖民地这个样子，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实力到底有多强。第一，它以阿姆斯特丹为主，拥有很多个港口，且有全世界最强的技术去建造航海的船只。第二，这家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厉害吧？第三它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第四，它可以建立殖民地。第五它可以发起战争，就包括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去签订条约这种
就这样啊，这家公司一共搞了大概将近200年左右，从1602年一直搞到了1796年。在这200年里面啊，荷兰到亚洲一共进行了大概5000次的航行。这个数字呢是17世纪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全部加起来的总和所不及的，跟辉煌于18世纪的一家叫英国东印度公司比起来呢，它载回来的货物呢是5倍于后者，好吧？那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把那个鸦片带入中国的贸易公司啊。那么这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绩单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呢，在历史上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对于我们人类的贡献呢，他用航海图绘制了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世界地理。比如他发现了澳大利亚，为新西兰这个国家起了名。他还用贸易打通了多国之间的商业来往，包括把亚洲的文化传播到了欧洲，也用科技呢帮助了当时许多落后的国家进步。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大家要记住，是一个个殖民地的悲剧，一系列的奴役，无数条的生命陪葬，文物的破坏以及财富的掠夺。就像我在视频开头所说的，如果历史试图在告诉我们一个千年不变的事实，那就是人性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还记得我在影片开头所讲的那个7.6万亿的估值吗？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这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它不但是历史上第一家有凭有据实质性的国际贸易公司以外，它还是历史上第一家上市公司。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今天在新闻里面听见的某某某公司又 IPO 啦，某某公司又上市啦，都是以它为原型的。全世界第一个证交所阿姆斯特丹证交所就是为了这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股份而成立的。那么假如你当年买了他们家的股票呢，那你们家族在接下去的200年日子应该是过得非常不错的吧？有据可查，听说光每年分红就有40%左右。有趣的故事来了哈，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在1637年，这家公司的估值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有一种花，它的价格也在同时离奇的被炒到历史的最高点。这种花的名字呢，叫做郁金香。花大家知道，因为美丽有观赏价值，所以被人们所喜欢。但是美丽这个东西吧，在每个人心里衡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观赏价值就是一个很有炒作性的话题，对不对？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郁金香泡沫事件。郁金香呢，它源自于亚洲，但是它被传到欧洲的时候呢，由于它的美丽还有稀缺性，被那边的富人和贵族所喜欢。在荷兰这个地方呢，更是被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所追捧。这种花它从种子到开花要7到10年，但是它的那个球茎可以通过几个月的时间就栽培种出花来的。所以在郁金香泡沫这个事件当中的主角呢，就是这个花的球茎。很多人以为是郁金香这个花的本身，不是的哈。郁金香这个花开一次花才开1个礼拜，就没有人傻到在这1个礼拜里面去炒作这种花，对吧？没几天的时间，大家都想在开花之前把这个球茎转手卖给愿意出更高价格买入的下一个人。当然了，这下一个买入的人呢，他又想找到下个人。这场金融泡沫的初期就是这样形成的。好，那么故事在这个地方它马上就要进入高潮了这个花的球茎它毕竟是一个实体物品，对吧？它实体物品交易起来不是很方便。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加入这个游戏里面来呢，这个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的球茎对吧？这个时候呢，交易市场里就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法，他说我们用书写的方式把这种球茎的未来交易价格写入一份合同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来用这份合同在交易市场上进行买卖。说到这个地方呢，熟悉金融的朋友呢，就一定会知道，这种合同它就是投资产品中的期货，我们叫期货合同嘛，对吧？就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金融衍生品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它的推导者呢，就是这个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我们之前故事中讲的那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它作为航海业的霸主，它当然也是参与在这个郁金香贸易当中。
所以这家公司的市值呢，也随着郁金香的炒作到达了当时的历史最高点，折合今天的市场价呢，就是那个惊人的数字7.6万亿美金。当时到底疯狂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用一名历史学家的描述来回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谁都相信郁金香将永远的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向荷兰发出了订单，无论什么样的价格都有人付账。在受到如此恩惠的荷兰，贫困将一去不会复返。无论是贵族、市民、农民还是工匠、船夫、随从、伙计，甚至是扫烟囱的工人和旧衣服店里的老妇，都加入了郁金香的投机。无论处在哪个阶层，人们都将财产变换成了现金，投资于这种花卉。在1637年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今日骇人听闻的水平，与上一年相比，郁金香总涨幅高达5900%。1637年的2月，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售价高达6700荷兰盾，这笔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旁边的一栋豪宅，而当时的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呢，只有150荷兰盾。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这种金融泡沫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样，最终还是破灭了。就像邓紫棋唱过的一首歌一样，美丽的泡沫一刹花火，所有的承诺都太脆弱，谎言再多，一戳就破。当那些郁金香的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也就是真的当买家需要向卖家用钱换取花朵的那一天，市场上的人恍然大悟，原来在这个游戏当中，从来没有人真的在乎过郁金香的价格，也没有人真的想要得到过这朵花，所有的投机者都只是想从中赚取一笔钱。那么在这个接二连三的合同违约事件爆发以后，整个郁金香市场就彻底崩盘了，导致不计其数的受害者最后为这场游戏买了单。这个故事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觉得它向我们很好的演示了人性中的贪婪，就像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例子，我想你一定也能说出几个来。我觉得我们面对任何事物的时候，都要有能力去看清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光听别人对它的吹捧和炒作。你们说呢？反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有分量且很疯狂的金融历史故事，所以呢，我把它分享给你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给我点个赞。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记得分享给他。假如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可以关注我，并且在我的频道里找到类似的话题。当然了，如果你在国内上不了外网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 B 站找到我。还有在明朝的时候呢，著名将领郑成功，他呢是率兵在台湾彻底的赶走了那个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所有荷兰人。那么如果你好奇那家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后怎么样了呢？由于1780年到1784年之间呢，英国和荷兰不断的发生战争，最终导致他们解散了。就像历史上所有辉煌过一时的王朝一样，最终在泡沫破灭之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历史的缩影。好了，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我是狼爸爸，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